想要在 YouTube 上获得更多的观看量，缩图的好坏非常重要。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和你分享10个实用的小技巧，去提高你缩图的质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我在我的影片里面有反复强调缩图的重要性，因为 YouTube 算法在决定是否要给一部影片更多的推荐量时，很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部影片的展示点击率。如果 YouTube 看到他把一部影片推荐给了一些观众的反馈很好，他们展示点击率很高，那么 YouTube 算法就会给更多推荐量，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观看这部影片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和你分享10个技巧来提高你影片的缩图质量，来提高你影片的展示点击率，从而给你带来更多的观看量。首先，第一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研究他人的缩图技巧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，我也在使用。你可以来到你 YouTube 首页，在 YouTube 首页上 YouTube 会展示出给你非常多的影片，你可以从这些影片里面找出哪3张缩图是最吸引你的，你把这些缩图都记录下来，并且记录一下有哪些特点是最吸引你的，然后你可以再刷新几次，使用同样的方法截取出最吸引的缩图，并且记录一下它们的特点。这样在之后你就能够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点，去看看有哪些设计的创意是你能够借鉴的。你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在 YouTube 的搜索结果页面里面。YouTube 的搜索结果页面和 YouTube 首页还是有很多区别的。在 YouTube 首页，影片是呈现横向和纵向排列的，而在 YouTube 搜索结果页面，影片只是呈现纵向的排列。如果你影片出现在搜索结果里，如何才能够让观众点击观看你影片？你需要去不断的研究他人制作缩图的技巧，去看看有哪些技巧是能够运用到你的缩图制作里面。你可以去不断的做一些试验，去看看观众的反应，从而总结出自己的缩图风格。第二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你的缩图要符合你的针对观众。是的，不仅你的内容需要符合你的观众需求，你的缩图也要符合你观众的喜好。例如你的缩图是给儿童看的，那么你的缩图就要使用多种鲜亮的颜色，使用卡通图案，这样你整张缩图才会显得非常的活泼，显得非常跳跃，这样才能够符合儿童的审美，他们最喜欢这种颜色丰富并且艳丽的图案。如果你的频道都是讲极简主义的，那么你频道吸引的观众都是主张极简主义的人，所以你的缩图不能做得过于复杂，你要保持你缩图的干净明亮，不能使用太多颜色，不能使用过多的字，这样观众才会喜欢看到你的缩图，他们才会感受到你真正主张的是极简主义。如果你的针对观众大部分都是女生，那么你的缩图就要尽量的偏向于女生的喜好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的针对观众大部分都是男生，那么你的缩图就要尽量的偏向于男生的喜好。第三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突出主体。你的缩图需要一个主体，是观众第一眼就能看到的。例如我的缩图，主体就是我会淡化我的背景，我会给我的人像加入外发光，这样就能够突出我这个人的主体。同时我还会带有不同的表情，这样观众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会产生好奇。如果你的影片是评测一个科技产品的，那么你的缩图就要突出这个科技产品，你要让观众一眼就能够明白你在讲这个科技产品。又或者说你的影片是介绍一道美食的，那么你缩图的主体就必须是这道美食，而不是你自己。也有很多人会使用箭头、方框、圆圈去强调一个主体，强调一个主要内容，这些都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，让他们最快的时间注意到这个内容。总的来说，你的缩图需要一个主体，这样才会有重点。第4个提升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使用明亮饱和的颜色。之前我们有说到，我们的影片是在和 YouTube 上其他成百上千万的影片做竞争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赢得观众的注意，你的颜色使用就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有按照第一个方法做练习，你会发现所有吸引人的缩图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使用了明亮饱和的颜色。因为人们的视觉总是第一个被这种鲜亮的色系所吸引的。如果你的缩图总是使用那些中低饱和度、淡淡的色调，那么你的影片缩图就会淹没在其他的影片里面，无法吸引到观众注意。这里也推荐大家使用这些颜色的组合，能够快速给观众视觉冲击力。你可以使用黄色、绿色、橙色、紫色、粉色还有蓝色，搭配这些颜色组合，并且使用高饱和度、明亮的色系，你的缩图质量会马上得到提高。第5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你的缩图要容易被理解。如果我需要花5到10秒钟去看懂一部影片的缩图，那么我就不会观看这部影片，
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影片缩图的颜色非常昏暗，或者是随便截取了一个图片，又或者说你的缩图非常杂乱，放了太多字，那么观众就会很难看懂你的缩图。相反，如果你的缩图画面非常干净整洁，有明显突出的重点，有视觉层次感，那么这样的设计让观众看了就会很舒服，他们能够非常容易的知道你的缩图想要表达什么。所以当你在设计缩图的时候，你要想想有什么元素是你必须要放到你的缩图里面的，并且在你设计完之后，你要面对这个缩图，想想观众是否能够理解你的缩图。第6个提升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配上文字。有很多人都会纠结自己的缩图是否要配上文字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缩图配上了文字，有非常多的好处。首先，第一个好处就是，如果你缩图配上了文字，就能够帮助观众理解你的影片想要表达什么内容。你可以直接在缩图上配上文字，告诉观众你的影片的主要内容。例如，我的很多影片缩图里面都是直接告诉观众，你看了这部影片就会得到这样的信息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，你的文字不直接告诉观众你的影片主题，而是让他们产生联想，产生好奇，会让他们想知道这部影片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方法就会大大的激发起观众的好奇心。本来他们不是很想看你的影片，但是看到你的文字，他们就会非常想要看你的影片。接着上一个方法，第7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慎重选择文字样式。我经常有看到很多缩图，他们使用了非常难看懂的文字样式。虽然他们的缩图设计的非常好看，但是他们的文字实在是太难看懂了。如果观众需要花心思去仔细看懂你缩图上的文字，那么他们就会对你的影片失去兴趣。所以在你选择文字字体的时候，你要遵循以下的原则。首先，你的字体要粗大饱满，这样才能够突出你的文字，才能让观众非常容易的看到。第二个就是你的字体需要容易被看懂，你的字体不能够太花哨，容易被看懂才是关键。你要记住，你的缩图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让观众能够点击观看你的影片。第8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你的缩图要适用于不同的设备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你的缩图要适用于不同的设备，尤其是手机。通常我们一般都是在电脑上做缩图，所以你的屏幕会很大，你的缩图也会被放得很大。所以在你设计完缩图之后，你会看着很满意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有 70% 的观众是在手机上观看 YouTube 影片的，所以在手机端缩图的尺寸是非常小的。如果你的文字不够大，或者是你的突出主体不够大，那么观众在手机端上就会看得非常吃力。所以这里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在电脑上设计完缩图之后，你可以站在2米远去看看你的主体是否还是突出的，你的文字是否能够看清。或者如果你是在 Canva 上设计缩图，你可以调整你的缩放比率为 25%， 去看一看如果在手机端上你的缩图是否还是能够看得清晰。第9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重要的元素放在左边。怎么理解这句话？为什么重要的元素需要放在左边？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在每一部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上，在右下角都会显示这部影片的时长，所以这块区域早已经被预定了。如果你想放其他的元素，就很容易被挡到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因素，你把很重要的信息、很重要的元素放到这个区域，那么观众就会很难看清你要表达的信息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缩图里面，我把重要的信息、重要的文字都放在左边，就是想尽大的可能去避免这个情况发生。第10个提高 YouTube 缩图的方法就是缩图的 A/B 测试。很多时候我们制作的缩图，我们认为很满意，但是观众的反馈却很一般，那么这部影片就只能保持一般的表现，获得很少的观看量了吗？当然不是的，你可以更改这部影片的缩图，但是你也不确定你的新版缩图就一定会比旧版的缩图表现好。这里我要推荐 TubeBuddy 的 A/B 测试工具，大家平时使用 TubeBuddy 这个工具都是做 SEO 优化，去做关键词调研，但是在去年年底 TubeBuddy 推出了一项新的功能，那就是缩图的 A/B 测试。你可以设定一段时间去比较2版缩图观众的反馈， TubeBuddy 会提供给你详细的数据，去告诉你哪版缩图更受观众的欢迎，这样你就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提高你的影片展示点击率，来给你带来比以前更多的观看量。TubeBuddy 的 A/B 测试功能需要你升级到 Legend 版本才能够使用，但是现在你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去免费使用30天的 Legend 版本。你不仅可以使用 A/B 测试这个功能，你还可以使用 Legend 版本其他强大的功能。具体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，没有具体讲解 TubeBuddy Legend 版本的所有功能。
缩图是决定你 YouTube 频道成长的重要因素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使用了我今天所说的技巧和方法，一定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缩图质量，提高你的展示点击率，从而给你带来更多观看量。如果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制作缩图的，以及其他获得观看量的方法，一定要去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